诸位，这时候天鹅是真冷下来了。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，走在大街上或者坐个地铁、公交，你听听，耳边全是咳的声音，此起彼伏的。有的听着是那种干咳，嗓子眼发痒；有的呢是呼噜呼噜带着痰声，听着都替他难受，感觉那口气都要上不来了。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，一到秋冬这就成了重灾区。医院里头那是人满为患，6扇门的那些个兄弟维持秩序都维持不过来，全是家长抱着孩子去挂水的。我看着是真痛心啊！为什么痛心？因为路走偏了啊！很多人一咳嗽，第一反应就是哎呀，我有炎症了，赶紧吃消炎药，赶紧挂瓶子，要把这咳嗽给镇住。你要是这么想，那你这身体的理儿还是没通，你是把家里的看门狗给打了，贼还没赶走呢。今天咱们就好好唠唠这个肺，特别是这种秋冬季节，肺气不足，咳嗽气喘，甚至感觉胸闷气短，到底是个什么机理？咱们不说那些文绉绉的听不懂的话，什么废师宣降，老百姓听得直迷糊。咱们就讲大白话，你要想把这身体养好，尤其是把这口气给顺过来，你就得先把这道理听明白了，道理通了，你也就知道怎么吃饭，怎么睡觉，怎么养生了。首先咱们得知道这肺在身体里是个什么角色。古书上讲肺为华盖。什么叫华盖？你看古代皇帝出巡，车辇上面那个大伞盖，那就是华盖。在咱们身体的五脏六腑里，肺的位置最高，它就像那个伞盖一样罩着下面的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。既然它在最高处，它就得负责给全身上下布散东西。布散什么？布散气和津液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家里的那个淋浴喷头，或者是那个加湿器。水箱里的水到了它这儿，得变成像雾一样的气，均匀的洒满全身，滋润你的皮肤，滋润你的脏腑，这就叫上焦如雾。那个《黄帝内经》里早就说了，肺者气之本，魄之处也。这句话太关键了，肺是管气的。你全身上下的气机流转，动力源头虽然在肾，但调节开关在肺。现在的西医讲呼吸，就是吸进去氧气，呼出来二氧化碳，那是从物质层面讲。中医讲的呼吸，那是一种能量的交换，是天地之间的清气和你身体里的浊气进行交换的过程。这个交换要是出了问题，你这人就蔫了，没精神了。咱们现在很多人，尤其是上班族，整天坐在那个写字楼里，那中央空调吹着，夏天吹冷风，冬天吹热风，窗户都是封死的，那是死气啊。你在那里面待一天，你那肺能好得了吗？再加上平时不运动，出门坐车，上楼坐电梯，你这肺活量越来越小，肺气就越来越虚。肺气一虚，那就麻烦了。为啥说秋冬季节最容易出事？按照五行来讲，秋天属金，肺也属金，这叫同气相求。秋天那个燥气，那是精气最盛的时候。本来呢，秋气应该是收敛的，但是如果你身体里的正气不足，这个外面的燥气寒气一进来，它直接就伤你的肺。肺这个脏器，它有个外号叫娇脏，娇气的娇。它最怕什么？怕寒，又怕热，还怕燥。它不像肝脏那么皮实，也不像肾脏藏得那么深，它直接通着外界啊，你的鼻子、嘴巴直接连着肺管子，外头空气多脏多冷，它第一口就吸进去了。好，咱们现在说说这个咳嗽是咋回事。诸位一定要记住了，咳嗽本身不是病，咳嗽是身体的一种自救反应。这就好比你家里进了贼，你家养的狗汪汪汪叫，你是该去打狗呢，还是该去抓贼？现在很多人就是去打狗，吃止咳药，把那个神经麻痹了，不咳了，以为好了。其实呢，那个寒气、那个病毒、那个垃圾，全都被你关在肺里面了。这叫闭门留寇。这个贼留在里面会干嘛？他就在那搞破坏。如果是寒气，他就会把你的津液给冻住。你想想，冬天的河水是不是结冰？你身体里的水液也是一样，一受寒它就不流淌了，凝聚在一起就变成了痰。这个痰一堵在气管里，身体觉得憋得慌啊，它就要通过咳这个动作，利用这个气流的冲击力，把这个痰给排出去。所以你听那咳嗽声音重浊的，那是身体有力气在排痰。要是你咳都咳不出来，那才叫真危险。那是正气已经衰败到连狗叫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咱们再深挖一层，像剥洋葱一样。为啥有的人一到秋天就干咳没痰？那是燥邪伤肺，那个肺里的津液被烤干了，就像那个地里的庄稼缺水了，
叶子都卷起来了。这时候你感觉嗓子也发痒，好像有小虫子在爬，咳得震得脑瓜仁都疼，但是就是没东西出来。这就不是排痰的问题了，这是润滑油不够了。你家里的门轴要是没油了，推门是不是吱嘎吱嘎响？你这时候得给它加油，得滋润它，而不是去把门给拆了。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，就是肾不纳气。黄帝内经讲肺主呼气，肾主纳气。这个呼吸啊，虽然是肺在干活，但是根而在肾。你可以把肺想象成一个拉风箱的人，把气吸进来，但是这个气能不能沉下去，能不能，这就是丹田，得看下面的肾有没有力气去抓这个气。如果肾虚，尤其是肾阳不足，这个气吸进来一半还没到底呢，就浮上来了，这就叫呼多吸少，动不动就喘，上一层楼就喘得跟拉风箱似的。这种情况你光治肺是没用的，你得补肾。这就好比那个风筝，肺是天上的风筝，肾是地上拉线的人，拉线的人没劲儿，风筝不就乱飞吗？咱们怎么辩证呢？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，我教你们几招，自己就能看。你看那个人说话声音小，好像蚊子哼哼，稍微多说两句就觉得累，不想动弹，这叫少气懒言，这就是典型的肺气虚，气不够用啊。再看脸色，肺主皮毛，肺气足的人皮肤是白里透红，有光泽的，毛孔开合自如。肺气虚的人呢，那个脸白得像张纸，惨白惨白的，或者是那种暗淡无光，皮肤干燥起皮屑，一到冬天那个手脚冰凉，风一吹就起鸡皮疙瘩，而且特别容易出汗。注意啊，这种出汗不是热的，是自汗，动不动就一身虚汗。为啥？因为肺气管着你的毛孔，毛孔就是身体的国门，肺气虚就是那个守门的士兵没劲儿了，门关不严实，那津液不就自己流出来了吗？津液流出来了，外面的风邪也就长驱直入了，所以这种人最容易感冒。还有一种更直观的，看大便。有人说，哎呀，尼师这讲肺呢，咋扯到大便上去了？这你要是不懂，那中医你就没入门。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，这俩是一对而搭档。肺气是要往下降的，它要把那个津液往下布散，一直送到大肠。大肠有了津液的滋润，那个便便才能顺利排出来。如果肺气不降，或者肺里的火太旺，把津液烧干了，大肠里就没有水了，那大便就干结，像羊屎蛋一样，怎么拉都拉不出来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大肠堵住了，几天不拉屎，那个浊气排不出去，它就会顺着经络往上熏到肺，你就会觉得胸闷，喘不过气来。所以有时候治疗那个顽固性的咳嗽、哮喘，我根本不治肺，我直接给他通大便，大便一通，下面通了，上面的肺气哗一下就降下来了，咳嗽立马就好。这就叫上病下治，这叫提壶揭盖。你那个茶壶盖子上面的眼儿要是堵住了，水是倒不出来的，你把盖子揭开，水才能流出来。现在这个社会啊，人心浮躁，压力大，很多人的气啊是乱的，肝气郁结，横逆犯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生气，心情不好，那个肝气太旺了，肝属木，肺属金，本来金是克木的，但是如果木太硬了，筋砍不动，反而把筋给崩缺了，这叫木火行金。这种人咳嗽那是带着情绪的，一吵架就咳，一着急就喘，肋骨胀痛。这时候你光润肺没用，你得给他疏肝，得让他把心里那股邪火给撒出来。再说说这个饮食，现在的人那是真不知道爱惜自己。夏天贪凉，喝冰镇饮料，吃冰激凌，那冰东西一下肚，直接就把脾胃的阳气给伤了。脾胃是干啥的？那是后天之本，是气血生化的源头。更重要的是，脾为生痰之源，肺为助痰之器。这句话你们得刻在脑子里。脾胃一旦运化无力，吃进去的水谷精微变不成气血，全变成了湿气、痰饮。这个痰也是往上走的，最后都堆在肺里，肺就成了个垃圾桶。你到了秋冬稍微受点凉，这个垃圾桶里的垃圾就发酵翻腾，那你还不咳。所以很多小孩子老是咳嗽，你看他那舌苔白厚白厚的一层，嘴里有酸臭味，那是积食了，是脾胃坏了。你不给他消食导致，不给他健脾，光吃止咳药，吃到猴年马月也好了不了。还有那些个抽烟的、熬夜的，抽烟我就不说了，那是直接往肺里熏烟腊肉，自己作死，谁也救不了。那个熬夜，
那是伤阴啊。晚上是阴气主事的时候，你要睡觉，要让阳气潜藏到阴气里面去，身体才能修复。你大半夜的还在那打扑克，还在那刷手机，阳气不入阴，就在外面飘着，消耗你的阴液。肺阴一伤，那就是干咳无痰，手脚心发热，心里烦躁。这种咳嗽最难治，因为它伤到根基了。所以说，诸位啊，这一个小小的咳嗽里面学问大着呢。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嗓子眼发炎，它是你五脏六腑阴阳失衡的一个信号。它是在告诉你，主人啊，我这里面堵住了，我不通了，你快帮帮我吧。你要是听不懂这个信号，甚至还要把这个信号给掐断，那你就是自己在当那个健康杀手。咱们中医治病讲究的是顺势而为，肺喜欢润，不喜欢燥，喜欢降，不喜欢逆。咱们调理肺气，就是要顺着它的性子来。你别看我刚才骂的凶，那是因为我急呀，看着大家把好好的身子骨给糟践了。但是呢，只要你明白了这道理，回头是岸，咱们就有办法。特别是这秋冬季节，大自然其实早就给咱们准备好了解药。咱们老祖宗讲药食同源，最好的药其实就在菜市场里，就在你的饭桌上。既然肺色属白，那咱们就多吃白色的食物。这白色的东西入肺经，能补肺气，能滋肺阴，能清肺热。但是这白色的东西多了去了，白萝卜是白的，白糖也是白的，石膏也是白的，你能乱吃吗？肯定不行。咱们得挑那既能当菜吃又能治病的，还得是那种平和的，适合咱们老百姓天天吃的。待会儿我要给你们讲这3种白色宝贝，那是真好东西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得先帮你们把这身体里的路给铺好。你看刚才讲了，有的人是寒咳，有的人是热咳，有的人是燥咳，还有的是脾虚痰湿咳。你得先对号入座，别一看是白色的就瞎吃。比如说你要是那个痰特别多，白白的，稀稀的，像泡沫一样，而且特别怕冷，背上感觉冒凉气，这是典型的风寒宿肺。这时候你得先把这个寒气散出去。家里有生姜吧，有葱白吧，煮点姜葱水喝下去，扒汗，把那个闭住的毛孔打开，让贼出去。这时候你别急着吃滋阴的，什么梨子啊、百合啊，这时候吃就是雪上加霜。因为梨子是凉的，你本来就寒，再吃凉的，那个痰就更多了。这就叫引狼入室。反过来，你要是咳出来的痰是黄的、稠的，甚至带血丝，嗓子肿痛，脸红脖子粗，那是痰热运肺。这时候你也不能光发汗了，你得清热化痰，这就得用点凉性的东西了。再有就是那个燥咳、干咳没痰，嗓子冒烟，这才是咱们今天要讲的重点。因为秋冬季节这种燥咳最普遍，也是最容易被误治的，燥邪最伤肺阴，所以咱们的策略是润。咱们讲到这，大家心里应该有个底了。这治病啊，就像打仗，你得先侦察敌情，知道敌人是谁，知道敌人在哪，然后你才能排兵布阵。接下来我就要给你们隆重推出这3样白色神物，这3样东西，那可是经过了千百年的验证，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。它们不仅能润肺止咳，还能帮你把肺里积攒了1年的雾霾、烟尘、废气，像那个吸尘器一样，给清理得干干净净。而且这3样东西便宜，不像那个什么冬虫夏草，死贵的，老百姓吃不起。咱们中医就是简便廉验，要让大家都吃得起，用得上，身体好。这第一样东西长得白白净净，埋在地底下，带着一股子辣味，但是煮熟了又很甜。俗话讲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劳医生开药方。有人猜到了，是白萝卜吗？白萝卜确实是个好东西，但它主要是下气的，对于那种肚子胀食积的咳嗽管用。但我今天要讲的这第一样比白萝卜还要润还要补，它是地下雪梨，它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，但很多人只知道它能做菜，却不知道它是一味绝佳的润肺药。它长在水里，出淤泥而不染。你说这到底是啥？别急，咱们得把这关子卖足了，你印象才深刻。这东西啊，有一节一节的，中间有孔。你想想，这像不像咱们的人体中间有孔？说明它通气啊。
中医讲究取类比象，看着像啥，它就能治啥。这东西通中焦、下焦，能把上面肺里的热引到下面去，从小便排出来。这就是咱们先歇口气，喝口水。你们先把前面讲的那个肺是华盖，脾是生痰之源，肺与大肠相表里，这几个理儿好好琢磨琢磨。特别是那个觉得自己又怕冷又咳痰，大便还稀的人，那是标准的阳虚寒湿。你记住了，千万别去吃那些个清热解毒的良药，越吃你身体越垮。你要是感觉自己手脚心发烫，晚上睡不着，干咳无痰，那是阴虚火旺。你也别去吃那些个姜汤羊肉，那是一把火烧干柴，越烧越旺。把这寒热虚实分清楚了，咱们下一段就专门讲这3样白色食物怎么吃，怎么搭，怎么把这肺给养得水润润的，让你呼吸顺畅，气色红润，心情那是贝尔。好，书接上回，刚才咱们打了个哑谜，说有一种白色的宝贝长在水底下的淤泥里，中间还有孔，能通气，既能当菜又能入药。很多人估计都猜到了，没错，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第一样润肺神物莲藕。诸位，你们别看这莲藕平时在菜市场里也就是几块钱一斤，不起眼，在咱们中医眼里那可是通吊水道、凉血止血的好手。大家仔细看看那个莲藕的切面，是不是有很多孔？中医讲以形补形，但这不光是像形状，关键是它那个意象。人体的肺叶里全是气管、支气管，就像这莲藕的孔一样，是气机流通的通道。莲藕生在水里，虽然长在淤泥中，但它里面是白白净净的，这叫出淤泥而不染。它得的那个水气最足。神农本草经里虽然没把莲藕列为上品，但历代医家都对它推崇备至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个绝活叫生熟两治，这一点太重要了，大家一定要拿小本本记下来。生吃莲藕，它是凉性的。你想想，秋天燥热，很多人不仅咳嗽，还容易流鼻血，那是肺里有火，把血管给烧破了，或者是咳痰里面带血丝，嗓子干痛。这时候你把新鲜的莲藕洗干净，榨汁喝，或者凉拌吃，它能干嘛？它能清热生津，还能凉血止血。那个凉性能把肺里的火给压下去，那个津液能把干裂的血管给润回来。这就好比你家暖气管子太热了，要把那个阀门关小点，再往里注点凉水。但是注意了啊，这里有个大坑。现在很多人不管3721，听说莲藕好，拿起来就啃。你要是脾胃虚寒的，平时吃点凉的就拉肚子的，千万别生吃。生吃就是往你那个本来就没什么火苗的脾胃灶堂里泼冷水，越吃越寒，最后咳嗽没好，肚子先疼了。对于这部分脾胃虚寒或者老年人、孩子，咱们得熟吃。莲藕一煮熟，那个性质就变，由凉变温了。这时候它就不怎么清热了，而是变成了健脾养胃、补益气血。你看咱们中国人煲汤喜欢用莲藕炖排骨，这就是大智慧。排骨补肾填精，莲藕补脾养胃。这一碗汤下去，既润了肺，又把脾胃给伺候舒服了。脾胃一强，那个生痰之源就给切断了，肺里的垃圾自然就少了。所以说莲藕这东西那是通中焦，连上下把中间的路给铺平了，上面的肺气就能顺顺当当的降下去。讲完了莲藕，咱们再来说说第二样白色宝贝，这样东西它长得像大蒜瓣似的，一层包着一层，名字就叫百合。这百合啊，可不光是长得好看，它是专门治心肺之疾的。在汉代医圣张仲景的《金匮要略》里，专门有个病叫百合病。这病啥症状呢？人也没发烧，也没大病，但就是精神恍惚，坐也不是，躺也不是，想吃又吃不下，想睡又睡不着，感觉像丢了魂似的。有时候还默默流泪。其实啊，这就是心肺阴虚，虚热内扰，肺藏魄，心藏神，肺阴虚了，那个魄就不安稳，心阴虚了，那个神就没地儿住，神魄不安，人能舒服吗？现在的都市人焦虑啊，白天工作压力大，那个脑子转得飞快，耗的全是心血，晚上还要熬夜，耗的全是肾精。这一来二去，心肺阴液就被耗干了。到了秋天，燥气一积，不仅咳嗽，还是那种干咳，咳得人心烦意乱，晚上翻来覆去烙饼，怎么都睡不着。这时候你吃安眠药没用，那是强行把神经按住，根上的火没消。你得用百合，百合味甘微寒，入心肺经。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润肺止咳，清心安神。它就像一场及时的春雨，
下到你那个干旱的土地上，土地润泽了，那个燥热的火气自然就灭了，肺舒服了，心也跟着静下来了。我常跟人说，如果你是那种一到秋天就干咳，而且伴随着失眠多梦、心慌心悸的，你就把百合当饭吃。怎么吃？别搞那么复杂，最简单的就是百合银耳羹或者是百合莲子粥。如果买新鲜的百合，洗干净，最后放进去煮个几分钟就行。如果是干百合，得先泡发，记住百合微带点苦味，那个苦味能泻降心火，别嫌弃它，那是药效所在。最后咱们得把这第三样压轴的宝贝请出来，这东西啊号称平民燕窝，它就是银耳，也叫白木耳。很多人觉得哎呀要润肺得吃燕窝啊，燕窝补啊，我告诉你那是你有钱烧的。从中医角度讲，银耳润肺的功效一点都不比燕窝差，甚至在清理肺部垃圾这方面比燕窝还强。燕窝呢是补气养阴的，而银耳呢它有一种天然的植物胶质，大家注意看，银耳煮久了是不是黏糊糊的？那个黏糊糊的东西就是它的精华，它是滋阴润燥的神物。咱们的肺最喜欢湿润，最怕干燥，那个肺泡里面得有一层薄薄的津液保护着，氧气才能交换进去。如果这层津液干了，肺泡就硬了，你也喘不上气了。银耳那个胶质进去以后，能把你的肺叶子给包裹起来，给它涂上一层润滑油。更绝的是，银耳还有一股子吸附力。现在的空气不好，雾霾、汽车尾气、吸烟的烟雾，这些脏东西吸进肺里，时间长了就变成顽固的黑痰。银耳那个胶质就像那个粘苍蝇的纸一样，能把肺里细小的灰尘颗粒给粘住，然后通过肠道排出去。所以常吃银耳的人皮肤都特别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肺主皮毛啊，肺里干净了，脸上自然就没斑没痘，水嫩水嫩的。但是吃银耳有个大讲究，很多人都吃错了，等于白吃。我见过很多人把银耳泡开了，随便煮个10几分钟，吃起来脆脆的，还觉得挺爽口。错了，大错特错。银耳是吃胶质的，不是吃脆的，你必须得把它炖烂了，炖的汤都粘嘴巴了，那个胶质才出来。如果你吃的是脆的，那个胶质还在细胞壁里锁着呢，你吃进去也就是过个肠子，根本补不到肺里去。所以记住了，煮银耳先泡发，把根蒂去掉，撕成小朵，越小越好，然后小火慢炖，至少炖1个小时以上，直到那个汤变得浓稠，像胶水一样。这时候再放点冰糖、梨块或者是枸杞，那才是真正的润肺清道夫。讲到这3样白色神物，莲藕、百合、银耳，咱们都讲透了。你会发现它们虽然都是白的，都润肺，但侧重点不一样。莲藕侧重于通气机、凉血止血，百合侧重于静、清心火、安神助眠，银耳侧重于润、滋阴液、清理垃圾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症状单用，也可以搭配着用。比如你又干咳又失眠，那就百合银耳一起炖。你要是咳血湿、嗓子痛，那就喝鲜藕汁。但是作为咱们这个负责任的中医科普，我最后还得给大家泼一盆冷水，或者说是给大家提个醒，这叫把丑话说在前头。所有的补品、所有的食疗都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的脾胃得运化得动。如果你的舌苔厚腻，嘴里发黏，大便不成形，整天感觉脑袋像裹了块湿布，昏昏沉沉的，那是痰湿重。这种人千万别上来就猛吃这3样，尤其是银耳和生藕，因为这3样东西偏滋腻、偏寒凉，你体内湿气本来就重，再吃这些黏糊糊、凉飕飕的东西，那就好比是阴雨天晾衣服，越晾越湿。对于痰湿重的人，你想润肺，得先燥湿化痰，你得先吃点陈皮、半夏、茯苓，或者先喝点姜枣茶，把中焦的湿气烤干了，把路通开了，然后再去慢慢润。这就叫，也就是把地扫干净了再铺地毯，顺序不能乱。还有除了吃，这生活习惯也得改改。咱们中医讲肺朝百脉，每天凌晨3点到5点是肺经当令的时候，这时候是肺在进行大扫除，重新分配全身气血的关键时刻。如果你每天这个时候准时醒来或者咳醒，那就说明你的肺气被堵住了，垃圾运不出去了。这时候你别急着吃安眠药，你得找中医调理肺经了。平时呢多做深呼吸。现在的年轻人
呼吸都太浅，就在嗓子眼那一块进出。下面的肺叶子常年都不动弹，那里面全是死气，你得找个空气好的地方大口吸气，要把气吸到丹田，也就是肚脐下面，感觉肚子鼓起来了，然后慢慢呼气，把肺里那个陈旧的废气给挤干净，这叫吐故纳新。你每天做个10几分钟，比吃什么补药都强。再有就是少忧愁，《黄帝内经》讲忧伤肺，你看那林黛玉整天哭哭啼啼，忧郁的很，最后得了什么病？肺痨嘛，情绪这东西直接伤脏腑。肺主肃降，你一忧愁，气就憋在胸口，降不下去，时间长了，肺气郁结，化火伤阴，这病就来了。所以天大的事儿别往心里去，心胸开阔点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遇事别钻牛角尖。你心情好了，气机顺了，那个肺气自然就宣发肃降正常了。咱们今天讲这么多，其实核心就一个理儿，身体是个整体，肺不是孤立的，它跟脾胃是母子，跟大肠是夫妻，跟心是邻居。你要养肺，得把这些关系都理顺了，不要一听咳嗽就害怕，就去输液消炎。咳嗽是身体在说话，你要学会听懂它的语言，是寒了、热了、燥了，还是堵了，分清楚了，再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白色宝贝去调理。方法对了，不用去医院排大队，不用吃那苦死人的汤药，就在自家厨房里，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羹就能把你这口气给顺过来。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秋冬季节把肺养得白白嫩嫩的，呼吸顺畅，晚上睡个安稳觉，白天精神抖擞，这人活一口气，气顺了，命就长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大白话中医就聊到这，听着觉得有道理的，别光自己知道，回去给家里的老人、带孩子的媳妇都讲讲。这健康啊，得掌握在自己手里，那才叫踏实。咱们下回见。